他解开衣领那一秒，这是我老婆的印记，让全场安静。1厘米之爱。开场的静默，灯光像一枚缓慢降落的羽毛，落在他略显凌乱的领口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解开最上面的纽扣，指尖在胸口停了一拍，像是确认某个密码。然后他抬眼，语气不高，却笃定，这是我老婆的印记。声音不需要更响，所有的喧哗就自己退场，像潮水退去岸边，只留下心跳在场馆里共鸣。那不是台词，是生活亲手写下的句号。心口的钥匙，那枚印记不大，像一把贴身的小钥匙，藏在最靠近心脏的地方。它不复杂，也没有炫耀的花纹，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秩序感，仿佛从此之后，他说话、行走、工作、情绪的起落，都要先向他报道。每一次呼吸，都是在把同一把钥匙插进同一把锁里，确认门仍然只为一个人开启。名字做成的密码。有人说，情书最短的形式是一个名字。于龙更进一步，把那个名字变成指令，闹钟响起的第一句提示，行程表上的优先项，片场收工后必须完成的归位。他笑着说过，我一生的密码是他的名字，改不了，也不想改。这不是浪漫的比喻，而是一种生活的工程学，让心与日常彼此对齐，像齿轮适合，不空转，不迟滞。被意外照亮的秘密。他们原本打算把印记藏得好好的，像两人之间的小小地下室。一次换装时，灯从斜上方扫过，他的领口开得略大，那一抹线条被光击中，轻轻一闪。工作人员愣住，眼神里是惊讶，也是羡慕。他下意识扣回纽扣，耳间染了薄薄一层红。秘密没有被大声广播，却在沉默里扩散，像一颗石子落进湖心，涟漪一圈圈外推，带着温度。印记诞生的夜晚，那天夜里风很轻，像有人在窗外练习低声的歌。杨咩咩握住他的手，把他的指尖按在心口上，把最重要的话刻在离心最近的地方。他的手很稳，针头在短暂的刺痛里写出了简洁的线条，没有繁复的花环，也没有故作玄虚的密码，只是一段反复确认的誓言。每一次停顿都是我愿意的回声，甜到窒息的过程。疼吗？他问。他说，痛一下，很快会过去，就跟生活里的难关一样。他说，可这个痛一下，值得。镜子里，两人的侧影靠得很近，像两道要在某个点交汇的斜线。等最后一笔落下，他没有说恭喜，只是把他的手握得更紧，那是另一种完成的方式。英雄的脸红。镜头里，他常常是不动声色的硬汉。镜头外，说起这枚印记，他会像个刚学会告白的少年。有人问，为什么要刻在那儿？他竟一时语塞，低低咳了一声，伸手去拉领口。杨咩咩看见了，递给他水，顺手把项链往里按了按。两人对视一秒，都没笑出声，却像在无声的拥抱。1厘米不亲。那场戏是导演的条件，只准靠近，不准亲吻，距离停在1厘米。那1厘米是火与水的分界，是刀尖的留白，是在往前一步就会失控的边缘。第一次排练，他苦笑，我怕我过不了这1厘米。他看着他，那就让过不了成为表演的一部分。呼吸的对位。他们把情绪拆成4个阶段，注视、靠近、呼吸、收手。每个阶段都像小心放置的瓷杯，不能碰撞，也不能让热气散得太快。正式拍摄那天，整个剧组像被按下了静音键。导演喊卡的瞬间，他轻轻抱了他一下，不是补偿，而是对分寸的敬礼。分寸里的火焰，越是克制，越是燃烧。那1厘米像透明玻璃，隔开的是身体，贴近的是灵魂。观众在屏幕外屏住呼吸，看见人和人之间最艰难的工程，把想靠近的冲动打磨成不逾矩的温柔。那一刻，不亲不是拒绝，而是将爱存入更深的保险柜。镜头之外的守护。片场里，他会把他的保温杯拧到最合适的温度，他会在他的剧本边缘用小字写下你已经做得很好。下雨的路上，他不问要不要伞，直接把伞往他那边倾。他不问累不累，只在车厢里把靠枕摆到他习惯的角度。守护没有背景音乐，只是日常在反复把你放心这3个字落实。
被记录的日常。有时是纪录片的镜头，有时只是手机背后的微光。他们并肩走过很普通的超市货架，讨论哪种番茄更甜。他们为了晚饭的葱花粗细争论2句，最后谁也不服，就一起笑着去找剪刀。生活的诗意不在宏大场景，而在这些琐碎而笃定的瞬间，被认真对待，便自有光芒。名字的呼唤，他走神时，他只需要叫他的名字，他立刻回神，像从远方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拉回家。他情绪翻涌时，他也只喊他的名字，然后递上水，说慢慢来。名字成为最短的救生绳结，套住对方，也套住自己，提醒两人别在风浪里分散。誓言的维护，誓言不是刻下就万事大吉，它需要每天的打磨。当天气忽然变冷，他会在他常坐的椅背上搭一件外套。当他的拍摄延宕到深夜，他会把厨房的灯留到他回家，锅里是温着的汤。承诺被生活一点点复写，像被海潮重复冲刷的礁石，形状会变化，但边界越来越坚硬。误会与和解，爱不是一路晴空，也有那种低气压的日子。话说错了，门关得重了，连脚步声都在地板上碎成片。可后来还是他先把领口的那枚印记按了按，说对不起。他把手附上去，我也对不起。2句对不起一前一后，就像把被风扯乱的窗帘慢慢理顺。距离的美学，他们把1厘米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在任何急促的往前冲的念头面前留一点余地。对彼此的意见留1厘米尊重，对情绪的波动留1厘米缓冲，对未来的计划留1厘米弹性。爱情不是把2个人拧成一个形状，而是让2个独立的形状在缝隙里彼此成全。纷扰中的秩序，外界的声音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有人好奇，有人起哄，也有人善意打趣。他们的回应很简单，继续过好每一个普通的日子。消息会过期，眼光会转移，而锅里的汤要小火再焖10分钟，花要换水，灯要记得关，彼此的手要在黑暗里准确找到。舞台与餐桌，舞台上他在掌声里鞠躬，餐桌前他把最后一块糖醋排留给他。他在镜头里哭得梨花带雨，回到家他会把他第2天要穿的衬衫熨平。生活像一块双面布，一面光亮绣着花，一面素朴密密缝着线。他们轮流把布翻给对方看，提醒彼此2面都是你，2面都值得珍惜。背后的练习，很多人只看见自然而然，却不知那背后也有练习。他们练呼吸的频率，让心跳在靠近时不至于失序。他们练眼神的停留，只在该收的地方收。他们练吵架的规矩，不把绝对挂在嘴边，不把从不永远当武器。爱需要练习，练到肌肉记忆里，练到遇见风浪时手不用抖。雨夜的约定，一次收工很晚，雨像密密的珠子砸在伞面上。他们并肩走，谁也没说话。拐进小巷时，他忽然停住，我有时候也会害怕。他嗯了一声，握紧了他的手。那一刻没有壮阔的词藻，只有2个人把彼此的体温往对方身上推。雨没有停，但怕意外的小了些。失而复得的领带夹，他曾经弄丢过他送的领带夹，很小的一枚，他却找了3天。第3天晚上，他在沙发底下摸到它，像发现某种通往旧日的钥匙。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宣布，只是把它认真擦干净，重新夹在领带上。他看见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只在他出门前把领口拉平。很多爱都藏在这种看见了却不说破的默契里。风吹来的照片，他们有一张拍得很糊的合照，被风吹得有些卷，放在冰箱门上。每次开关冰箱，他都会晃一下，像在给2人的胃口打节拍。照片里的笑并不完美，甚至有点傻，但他们舍不得换，因为那一天很累很饿，却也很幸运。运气从来不是天边掉下来的，是在彼此身边稳稳地长出来的。当爱被人群看见，这是我老婆的印记。那句话被更多人记住之后，他并没有变得张扬，反而更加安静。因为当爱被人群看见，它就不再只属于说给对方听，而是变成一种做给世界看的责任。他们没有主动讲故事，只是把故事继续过下去。世界若想听，便听见
若不想也无妨。柔软的英雄主义。他不是没力量的人，他只是把力量用在该用的地方，用在为他挡风，为自己收敛，为两人的生活加上一层耐心的涂层。他也不是只会依靠的人，他在他需要的时候做他可以靠的那面墙。两个人的英雄主义不是轰轰烈烈打败什么，而是默默无声耐住什么。1厘米之外的拥抱。有人问，1厘米不亲会不会遗憾？他们笑着说，不，因为1厘米之外仍有成千上万种靠近的方式。眼神可以拥抱，手心可以拥抱，彼此的坚守与退让也都可以拥抱。那1厘米像河面上的薄冰，谁都不踩破，但河底的水早已在暗处相通。把我们放进时间，他们没有给爱设定期限，也不急着把每一个节点都命名。他们把我们放进时间里，像把茶叶放进壶里，不急着抖，只等水把香气慢慢逼出来。有时清，有时浓，有时热，有时温。可只要杯还在，壶还在，两个人便始终有可以端起来的温度。在最深处呼唤彼此。夜最深的时候，人也最容易显得薄。他会把窗帘拉一半，留一条细细的光。他会把手机调到静音，但把他的紧急联系人权限单独留开。两人都不多说话，却在最需要的那一秒能把对方呼唤出来。所谓安全感，大概就是我知道你在的简短与清楚。把脆弱也交出来。他们并不逞强，会说累，会承认害怕，会互相求助。他说今天不太行，他说那就不行，明天再来。他也会偶尔想躲进沉默，他便替他说话，告诉世界他只是需要一会儿。爱不是永远强大，而是允许脆弱有位置，允许眼泪不必找借口，允许沉默不必自责。一路向前的仪式感。他们的生活里有很多小仪式，出门前互相摸一下领口的印记位置，每个周末换一次床单，每个月一起去看一场与工作无关的展。仪式不是为拍照，而是为确认在快速旋转的世界里，还有一些按键可以由自己来掌控。把话说到心口。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说长段的甜言蜜语，更多时候是在厨房里的轻声一句要不要加盐，是他在他疲惫时说的我在，是他在他焦虑时说的我们慢一点。这些小小的话语说到心口，比任何宣誓都更耐时间。在风里行走的人，他们并不是没遇见风，只是学会了在风里走，走得慢一点，靠得近一点，伞往对方那边偏一点。风可以把外套吹皱，把头发吹乱，却吹不散两人步伐的节奏。节奏这件事，一旦两个人一起掌握了，就很难再被外面的噪音带跑。把爱写进作里。爱最后会落在做上，做饭，做决定，做家务，做计划，也做失败后的重来。说不完的我爱你，不如把碗洗干净，漂泊不定的未来如何，不如把今天的灯关好。两个人把爱写进这些小小的作里，它就有了可以被触摸的形状。留白与续写。不说破的1厘米是留白，每一次握手，每一次收手是续写。话要有留白，故事要有续写，爱也要有。两人都知道，最美的不一定是抵达，有时候是停在抵达之前。因为懂得收，就更能懂得放，因为学会停，才更知道如何走。让故事活在你心里。也许你也在某处为一个名字设下了密码，也许你也站在1厘米的边缘，既想靠近，又选择守护。如果此刻你心里有一束光，哪怕不耀眼，也足以照亮你想守住的那个人。愿你学会在靠近与留白之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分寸，让爱不被急促的风吹散。致读到这里的你，感谢你耐心读完这段关于印记、分寸与日常的旅程。愿这些细小而真实的片段能在你心里留下温柔的余音。如果这份故事曾让你感到被理解、被鼓舞，欢迎为它点个赞、订阅，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。你最喜欢的瞬间是哪一个？或者你愿意把自己的1厘米故事讲给我们听吗？